那个茶杯看着色泽不错，偷拿出宫，说是皇上最爱的杯子，卖个上千两绝对没问题啊。那个毛笔看着也很精致，那个墨条怎么闻着有股特别的香味，应该也很值钱吧。手握着皇上的龙袍，两只小手来回划拉。这金线绣得真好看，不知道好不好拆，剪下来不行，会被发现的。朕的龙袍你很喜欢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送给你可好？什么意思？皇上要把皇位传给贤王？洛贝贝没有丝毫犹豫，如哈巴狗一样连连点头，眼中放着光。好。贤王这个儿子可以放弃了，若是让他当太子，只怕朕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。他们对皇位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您快脱下来，我拿出宫换钱。对了，宫里还有什么是您不要的，都给我。我看茶杯不错，还有这墨。皇上听后先是眉头一皱，后心里直乐呵，更想狠狠收拾他一顿。哼，他把皇宫当什么了？把朕当什么了？洛贝贝眼睛眨呀眨地看向皇上，等着皇上把衣服脱下来给他，他好拿去换吃的。皇上绷着脸，洛贝贝看不见；皇上黑着脸，洛贝贝更看不见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没脸没皮才能腰缠万贯，享尽天下美食。你先去一边站着吧。他听不懂好赖话，更看不懂脸色，也不知这性子随谁了，怎么看着还有些讨厌呢？父皇什么意思啊？真的要把皇位传给贤王？爷，府里来了2位学术界的大师。啊，是大公子的夫子们，不知道夫人都从哪儿请来的，太厉害了，您不过去看看？风守领口说不及，贤王已经迈着急匆匆的步伐走去。他能为了贝贝请来孙武，不知道为了宝宝会请谁出山呢？不知道他还有多少惊喜等我呢？贤王悄声进了听雨阁，见2位老者一脸笑意地坐在石桌前下棋，冬雪一脸认真地在为棋下把脉。等贤王看清2人容貌，霎时震惊住了。一位是五行八卦、奇门遁甲上了奇人，一人文学上的造诣，世人无人能比拟，更是胸有天下之人。陆宝宝的娘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不会是水晶山庄出面请的吧？贤王这般想着，心塞了一把。看样子得快些找到水晶山庄、雍翠山庄的2位庄主，把恩情回报一下。贤王呆愣间，2个老者已经发现了贤王。贤王来了，哎呀，请恕我等无礼，就不起来见礼了。2位好，该是小辈见礼才是。贤王多礼了，我等是不请自来呀，还请不要见怪才好。玄机子旗下2人对视一眼。贤王有帝王之相，只是子气微微弱了点，此刻见他为人不错，贤王府可以久留。按照他们之前的计划，若是贤王为人不行，他们会带着孩子远离。骆宝宝有千古一帝之相，所以他们才出山。当然其中也有骆玉儿的缘故，他们2人居然都看不透骆玉儿。此刻看了贤王的面相，2人诧异。贤王天煞孤星的命格好像变了。不是他们2人淡泊名利不愿出山，而是世间的平凡不值得他们出手。骆家3个孩子本就是变数之下的变数，命格格外奇特，若是教养得好，天下之幸，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。若是稍有差池，天下将陷入无尽地狱。齐爷爷一切都好，若是能一直这样保养，定能过百。齐夏嘴角勾起，微微摇了摇头，
看向贤王。贤王请坐。贤王坐在石桌旁。两位能在晚辈府里住下，是晚辈的福气，以后只管当做自己家就好。我们跟着孩子走。贤王一时哑然。跟着孩子走，什么意思？我的孩子还想去哪里？还能去哪里？聪明如战王，也有糊涂的时候。主子不好了！洛玉儿坐起身子，翻了个白眼。你家主子好得很，日进斗金呢。主子，颜如玉，颜姑娘被抓了。洛玉儿眨了眨眼，又躺了下去，摇椅轻轻摇晃，不过节奏有些乱。洛玉儿缓缓闭上眼睛，仿佛是已经提前知晓一般，更像是毫不在意一般。夏荷傻了眼。主子不该是这副模样啊！主子，下去吧，多注意点。洛玉儿低声的一句话，夏荷张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眉头紧皱，一颗心七上八下。主子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放弃颜姑娘？绝对不会的，颜姑娘跟主子的时间最长了，主子最重情了。夏荷的腿如绑了铅块一般，抬不起来，走不动。许久后，洛玉儿听见夏荷走远的脚步声，缓缓睁开双眼。如果颜如玉想要正大光明地站在阳光下，这一步必须得走。希望欧阳明月能接受得住考验。哎，希望我能做他们的媒人，吃上他们的喜宴。他的日子太苦了。此刻的欧阳明月像是无头的苍蝇，眉头紧蹙，急得团团乱转。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抓走了颜如玉，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。赶紧都去打听，打听不到颜姑娘的下落，你们都不要回来了。欧阳明月眉头紧拧，大声命令道。一排的下人腿脚麻利地往外走去，他们的主子真的发火了。一品楼是水镜山庄的产业，颜如玉是水镜山庄庄主手底下其中一个美人。人们都传雍翠山庄庄主、水镜山庄庄主是两个好色成性的阴柔男子，手下美人众多，也是他的后宫。抓走颜如玉的人到底是要对谁下手？目的为何？你姓颜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让你这般死心塌地的。本侯现在就去杀了他。话落，林阳侯就往外大步走去。父亲，求求您不要杀他，一切与他无关，都是儿子一厢情愿。若是您杀了他，就把我也一起杀了吧。儿子，一个女人真的值得你抛弃父母吗？父亲，母亲，儿子是认真的，真的很喜欢他，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与父母一样，希望父亲母亲能够成全。林阳侯见儿子已经痴迷至此，且神色不对，缓缓回过神，坐在最近的椅子上，想来一个缓兵之计。他是水镜山庄的人，应该轮不到你出手救人，你不必着急。还听说他也是水镜山庄庄主的人。那庄主不能人道啊？林阳侯夫人瞬间瞪大了圆圆的眼睛，感觉脑袋都转不过圈了。他们水镜山庄的庄主，雍翠山庄的庄主都不能人道，那他们收集那么多的美女做什么？只是为了好看，大饱眼福？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？骆宝宝说的，他应该也是从水镜山庄出来的。你呀，我记得颜姑娘好像不喜欢你吧？欧阳明月有点不好意思，微微低下头，不过很快又抬起了头。娘，他已经有点喜欢我，接受我了。这不是真的，我没有这样的儿子。你不用嫌弃，你以前也是这副样子。林阳侯微微回头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会心一笑，有种春暖花开的感觉。欧阳明月翻了个白眼，这么多年
父母的狗粮他也是吃得够了。起来吧，本侯是不会出面的。至于其他的，就看你的本事与他的命了。羚羊侯留下一句话，挽着夫人向外走。天气该冷了，我与夫人要去庄子上准备过冬了。至于京城的一切，就让他折腾吧。若是折腾好了，那姑娘也愿意，娶进来也不是不可以。你说主子是什么意思？他不就燕姑娘了吗？应该不会呀。三个小家伙双手托腮，面面相觑，撅着小嘴。他们还小，更猜不透骆玉儿的意思了。欧阳明月就这样飞跑进屋子里。哎，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了？两个庄主能联系上吗？他们怎么说？屋里的人都垂下了头。欧阳明月急了：你们什么意思？两个庄主不就严姑娘了吗？放弃她了吗？你们说话呀！洛心儿，你不就你严姐姐了吗？欧阳明月问着话，看着众人没有反应，心下一凉了半截，不由得发怒：你们简直是狼心狗肺！严姑娘白喜欢你们一场了。这不是主子的性格啊，是抛弃还是无能为力？骂我可以，不能骂主子与小主子。娘亲这样做肯定有她的道理，她不会不救严姐姐的。骆宝宝心中猜想，看着欧阳明月此刻愤怒不已的样子，眼眸转动。也许娘亲是给她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，也给严姐姐一个敞开心扉的机会。没错，娘亲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做媒了。洛心儿、洛贝贝低着头，眼眶红红的，为严姐姐担忧，同时抬起头剜了欧阳明月一眼。看在严姐姐的份上，今天就不许你计较了，否则凭借此刻的口无遮拦，小爷定让你变成哑巴，尝一尝不能开口说话的滋味。骆玉儿回来了。骆玉儿回来的事不是已经禀报过了吗？主子怎么这么晚？回来了。音量不大，回答的有点忐忑。那孩子们去见他了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？什么意思？同在京城，孩子们怎么不去找他们的娘亲呢？那骆玉儿会是孩子们的娘亲吗？如果骆玉儿是孩子的娘亲，她此刻不应该得求着本王娶她吗？怎么还没有行动呢？难道是欲擒故纵？没有，三个小主子都没有去过洛府，也没听到洛府来接。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我有种雾里看花，什么都看不清的感觉呢。孩子不去看母亲，母亲不看孩子，奇了怪了。爹，女儿不孝，这多年没有能力为你伸冤。娘，女儿好想你啊。看你年纪轻轻，是你爹犯了事儿啊，还是你相公犯了事儿啊？若是问题不大，也应该死不了，就不要哭哭啼啼了。颜如玉歪头看过去，灯光昏暗，隐隐约约只看见一个身影。颜如玉不想说话，渐渐的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这会是谁出的手？我一个小小女子，这么多年也没有为爹翻案，是谁还要赶尽杀绝？怎么，帅哥？可是见本姑娘一人孤枕难眠，特意送上门。既然来了，为表诚意，先把面巾取下来，让本姑娘好好看一看。太丑，我可下不去嘴。骆玉儿眼睛如刀一般扫视着男子的健壮的身体。这衣服脱了，穿得太厚，看不清。贤王心血来潮，穿了一身黑衣，带了块黑丝面巾，就这么来到了骆玉儿的院落。本来对骆玉儿就喜恶参半，现在没有一丝的喜，全是厌恶。他怎么为人母的？有一点为人母的样子吗？岂有此理！心中竟隐隐有些兴奋，不过却被愤怒所掩盖。该死的！
骆玉儿见对面站着不动，胸口的起伏较大，嘴角微微勾起。只见骆玉儿抬起胳膊，眼神魅惑，一点一点地拿开披着肩膀的衣服，雪白的肌肤一点一点地暴露在外。几个呼吸，披在肩上的衣服滑落在地。既然送上门，就不要矜持了，赶紧进来躺下吧，我会轻轻的。别以为你脸上带个黑尖，老娘就认不出你了。本王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他下毒了？应该不会呀，离得这么远呢。最后一句，本王好像听他说过。对了，他的确说过，那一日，本王昏昏沉沉，他在本王耳边说的。贤王如此想着，觉得身上更热了。此刻仿佛有了那一日纠缠在一起的感觉，缠绵着，一时分不清什么是现实，什么是幻想。贤王愤怒地瞪了一眼对面点火的女人，运用内力脚下轻点，飞身离开。本想过来好好质问骆玉儿，现在带着一身火气狼狈离开了。贤王叶晨善王不过如此真好玩，他是属于有贼心没贼胆吗天微微亮，贤王心里的身上的那团火才渐渐熄灭。好啊，他定是认出本王了，所以才挑衅本王。下一次本王就顺势而为，看他如何应对。贤王双眼紧闭，嘴角勾起，带着一抹坏笑，心中又开始浮想联翩。哼，定让他知道本王的厉害。死在这里，心有不甘呀！叶二半跪在地，面色狰狞，誓死要为主子杀出一条活路。几人把叶二紧紧包围，只要杀了他，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员不足为惧。要看胜利在望，突然两人后背中箭，倒地而亡。叶二心下一喜，趁着这个功夫从怀里掏出止血粉，一股脑地撒在伤口处，血液很快凝固。这真好用，下次死缠烂打也绝对得多要点儿。剑上有毒，大家小心点。叶二看见死者样貌，心中一喜。这应该是贝贝研究出来的毒药，毒性特别猛，好像没有解药，千万不要伤及无辜啊！叶二慢慢往后退，他不知道来的是谁，若是骆贝贝过来，他的剑准头不行，不知道现在如何了。一眨眼的时间，程家人又倒下去两人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好，好，只要本官活着，那程家就等着销户吧。主子可要坚持住，不要出事啊！见主子坐在地上，只是衣服微脏时，激动的眼眶瞬间湿润。霎时，叶大与余下的程家人杀作一团。夏荷站在树枝上，把下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手中的弓箭拉满，瞄准，动作利落，一气呵成。下一刻，一支箭正中程石后背，程石眉头紧蹙，心口一阵疼痛，几个呼吸，七窍流血，倒地而亡。叶大解决最后一人，利落收剑，回头看向叶二、叶是非两人，三人嘴角勾起，扬起一抹劫后重生的微笑。不知是何人施予援手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请现身一见，当面致谢。绝对是认识的人，主子还弄得这么正式。夏荷收好弓箭，背在身后，脚下用力，运用轻功从树上一飞而下。你的救命恩人出现了，你想怎么谢我呀？我一个靠嘴皮子做官，头脑灵活的御史，此刻居然结巴，脑袋卡壳了。好了，你的谢我这辈子怕是收不到了，我们都赶紧回京吧，我还有事请你帮忙呢。若是让我违背原则，那你一剑杀了我吧，就当还你的救命之恩了。说完，
叶世飞挺起胸膛，脖子前倾，等着夏荷的抉择。老娘救了你那么多次，求你办点事都不行。我你只会说这个字吗？你还是别说了，我听着堵心。你能先说说情况吗？你能说整句话呀？我本来就能说一句整话的。叶世飞闹了一个大红脸，叶大叶二心中得意。主子口齿伶俐，论口才论逻辑，整个大夏没有几个人会是主子的对手。可主子见到夏荷怎么就变了呢？你听说有一个颜知府在临江决堤时跳江而亡的事吗？听说过，后来不是说他夫人上吊而死？说到此处，话音戛然而止，眸色转动，那就是他女儿出现了，所以这个案件又被提起来了。他现在在台狱牢房里。何人把他关进去的？颜知府背后应该还有事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主子知道？啊？主子没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也许吧，毕竟主子那么聪明。你主子这是下套让本官往里钻呢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主子到底是谁？求瑞王救我！我这么多年对您忠心耿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有什么话站起来再说，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如此模样像什么话？这下官还是跪着说吧。瑞王端起茶杯的手微微一顿，看样子事情不小啊。说吧，背着本王又搜刮了多少？手挺长啊，现在被查出来才告知本王，这胆子越发大了。王爷，是严海杰的事又被提起了。严海杰，林州知府死于临江。随后屋里一片死静，片刻，瑞王随意哦了一声，仿佛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。这点小事还需要本王教你？当年如何做，今日便如何做。若是有人拦路，杀了便是。可这次是叶世飞主审。话音落下，又是一阵沉静。他怎么会落在他手里？他是一根筋，不查个水落石出，誓不罢休。若是旁人调查此案，我也不会这么紧张害怕。他太难整了。也不是没人收拾过叶世飞，可架不住他命硬，几次死里逃生。对了，他怎么想起查这件事了？他还有个女儿，颜如玉还活着。本王是不是教过你，要斩草除根？斩草除根呢？现在人家女儿已经到了叶世飞手里了，你让本王怎么办？对了，颜如玉她是怎么出现在叶世飞手里的？他是一品楼的掌柜，不知被谁举报说他是罪臣之后，所以入了台狱。正好叶世飞回来，听到他为父喊冤，所以一品楼。若是本王没记错，一品楼已经在京城开了3年了，人家已经在你眼皮子底下了，你还一无所知，他怎么不进你府里，直接下药毒死你一家？这颜如玉还不知道是我动的手。爷，你想办法救救我吧，看在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份上。不中用的垃圾，本王可不要。你先回去，暗中操作一番，本王再想想办法。毕竟你跟随本王多年。太好了，爷同意救我了，那我的命应该就保住了。瑞王看着许无言离开的背影，神色越来越阴暗。看来他是留不得了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姑奶奶，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？你与我一起会影响你的名誉。你不用想那么多，我不在乎的，我这辈子没打算嫁人。叶世飞听过夏荷的话，神情肃然，心里一紧，感觉有点不舒服。
不过眼前颜如玉父亲严海杰的案子最重要，目前已经有人暗示他已经结案的案子无需再查。看来严海杰的案子牵扯到京城里的贵人了。叶世飞对着叶大一顿耳语，叶大点头离去，随后坐上马车。你怎么还跟着我？主子说，只要一日案子不结，我就得跟一日。叶世飞黑着脸，带着些压迫感瞪着夏荷。主子说了，严姐姐的冤屈只有你能洗刷，严知府的案子也只有你能反。你要是死了，严姐姐的父亲就不能沉冤得雪。严姐姐是个好人，严姐姐的爹爹是个好官，你也是个好官，你不能死。既然你主子那么厉害，让你主子找人查案。主子说了，旁人查出的案子不能让人信服。再有，主子能收买的官能是什么好官？不值得信任。还有就是这个案子凶险，不好拉旁人下水。夏荷一个激动，把骆玉儿说过的话直接吐露出来了。说到最后，夏荷也意识到不太好，眼神有点闪躲，嘴巴紧抿，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。我刚才什么都没说，你刚才什么也没听见。你主子到底是谁？让他出来一见。不能让旁人冒险，却拿着本官冒险，是吗？本官要问问他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对了，你要去哪里？甭岔开话题，回答本官刚才的问题。我家主子不是派了我来保护你吗？不会让你死的。爷爷真是的，人家一个女孩子不能对人家温柔点吗？整得像是审犯人一样。夏荷姑娘为人爽朗，武功又高，若是让她做女主子也不错呀。驾！叶二赶马车的速度又快了点。需要尽快赶到林州，希望严知府是个聪明人，还能留下些蛛丝马迹，也希望那些蛛丝马迹没被破坏才好。告诉下面的人，牢房里盯紧一点，必须要确保颜如玉的安全。主子，我们都知道的，已经安排了2个武功高强的人进了牢房，还安排了2个人做了御差。你行，事儿办得不错。另外叶时飞那边也得确保他万无一失。主子放心，几个姐姐已经安排好了，绝对保证他活着把严家姐姐的案子翻过来。呵呵，你说的有点残忍啊，不过我们可能得保他多活几年了。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美美的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。美人们就是给力，只要安排事儿，他们绝对做得万无一失。不好了，主子，他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没分寸。你家主子好着呢，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。几个呼吸间，小红已经到了眼前。主子，小主子回来了。骆玉儿缓缓睁开眼睛，眉头挑动。不应该是你那3个小主子大喊不好了吗？你怎么喊上了？贤王，那个鬼见愁也来了。你没看错。没看错，他们已经下了马车，进了府了。告诉母亲，我不在府里，人就不用往这边领了，让他看着招待就行。这能行吗？许无言躬身站在瑞王的书房，头垂得很低。爷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雍翠山庄的庄主可找到了。他一个江湖上的庄主，找他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杀他一个掌柜的，谅他也翻不出多大的浪花。废物！有传言颜如玉是雍翠山庄庄主的女人，若是用一个女人的命换来一个手握粮食的庄主，这笔买卖还是很划算的。颜如玉不足为惧，只要她不能开口说话，卖雍翠山庄一个人情，留她一命又能如何？他早对雍翠山庄的粮食垂涎欲滴，粮食国之根本。爷说的对，那叶世飞呢？他的命不能留啊。
叶世飞，这次绝不能让他再回京城。他坏了本王多少大事，本王的钱袋子被他杀了不少，太过可恨。下官也是这么想的，已经派人去解决了，任他有3头6臂，这次也甭想回京。骆老夫人听说贤王带着3个孩子来了骆府，眉头轻皱，心中疑惑。他现在过来干什么？落石落水回来了吗？回老夫人，没有。直接带着他们去找玉儿。嬷嬷点头，走出了屋子。先王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对活冤家，随他们吧。嬷嬷去见贤王的时候，却见陆氏与贤王说话，3个孩子乖巧地站在贤王身后。也是奇了，3个孩子今天看着怎么这么严肃啊？走近后，先对着贤王扶了个身，然后对着陆氏道：老夫人说直接带去姑娘的院落。贤王这边请。小红跌跌撞撞地小跑过来，一脸汗水。少夫人，主子说他不在，您与老夫人招待吧。小姑子这是要闹哪样了？3个孩子听说娘亲不在家，心里一喜。我们可以回贤王府了。你家主子就是这么说的？这么不待见本王吗？主子没这么说，是小翠姐姐说主子不在。我的好小主子们，你们赶紧帮帮我呀！你们今天帮了我，回头我在主子面前也为你们说好话。既然娘亲不在，爹爹，我们回去吧。洛贝贝先是点头，又慢慢的摇头。他是怎么办都行，这种事儿他最没主见。本王今天无事，去他的院落等他吧。主要也是孩子们想娘亲了。笨嘴！陆氏默默引路，看着贤王脚步轻快，如入自家的后花园一般。贤王何时去过小姑子的院落呢？陆氏看着贤王走远，思绪猛地收回，加快脚步往前赶。骆玉儿依旧晒着日光浴，突然小翠惊呼出口：主子，贤王来了，怎么办呀？骆玉儿瞬间睁开眼睛，忙从摇椅上下来，一下子趴在地上，狼狈不堪。赶紧扶我起来，我这就走。几个讨债的真讨厌。你说我心地善良，聪明伶俐，上天为什么要折磨我？听洛姑娘的语气，特别不欢迎我们啊。这倒霉玩意儿怎么来得这么快？贤王到来，我洛府蓬荜生辉呀。嫂子，这里有我就好，您先回去吧。陆氏求之不得，忙对着贤王行了礼。贤王对着陆氏微微点头。陆氏脚下轻快，几个呼吸就看不见身影了。都下去吧，想必贤王过来说上几句话就走，肯定不在乎那一口茶水的。主子这样做真的好吗？他好歹是一国的王爷呀，来了洛府连一杯茶都不上，有点说不过去吧。下去。2个丫鬟对视一眼，只好悻悻离开。这是闹的，居然都不上茶，谁得有多看不上本王啊，想让本王离开。3小只对视一眼，难道今天天要亡我们吗？处事不利呀！微微转动脑袋，看着院落里所有的丫鬟慢慢退去，心一横，眼睛一闭，3小只跪在骆玉儿的脚旁。娘，我们错了。娘，我出了山庄就后悔了，本来想回去的，结果被人贩子抓了，我好惨呀，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娘，我真的好想你呀！求老天保佑，娘亲今天的心情一定要美美的。娘亲，我可想你了，外公也可想你了。你不知道，我的武功精进了好多，外公说我以后能接他的班，跟他一样做一个威武的大将军。
洛贝贝想用自己迷人的笑脸让娘亲网开一面，可惜啊，洛玉儿只轻轻地瞥了一眼，目光淡淡地看向贤王。孩子们这些日子多谢贤王招待，人你已经送到了，那就请回吧。他什么意思？孩子不是本王的？贤王觉得自己的脑袋不够用，此刻还有一点点宕机，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洛玉儿，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3个孩子。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，刚才马车上的伶牙俐齿、快速旋转的大脑呢？话不是这样说的吧，洛姑娘？那贤王想怎么算？本王的孩子，本王自然是要带走的。那你想带走就带走吧，我不发话你能带走，算你有本事。他这么好说话，不对吧？走吧，这里不稀罕你们，回王府，本王喜欢你们。 3个孩子听了洛玉儿的话，心中微颤，忙调整好身子，更加规矩地跪在地上，目光都不敢看向贤王。贤王的话刚说出口，就看见3个孩子调整跪姿，心下一凉。这个母老虎到底对3个孩子下了什么咒？洛姑娘，有你这么做娘亲的吗？至于我如何做娘亲，你贤王，你一个外人管得有些宽了吧？你不用拿话激我，他们就是本王的孩子。明天，不，本王一会儿就去为孩子们上皇家玉蝶。至于你，你就安心在家待嫁。年前迎你进贤王府，时间虽然有点紧，但是该有的东西一样不会少你的。孩子们离家出走不对，可地上凉，稍微惩罚他们一番就好了，不要伤了身子。我？你要娶我？你图什么？再说了，我说嫁给你了吗？你爱娶谁娶谁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他们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不需要你猫哭耗子假慈悲。3小只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洛玉儿，贤王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，感觉特别有趣。爹爹加油！要是把娘亲的怒火全都吸引到你的身上，那就美好，嘿嘿嘿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嘿嘿。我娘不是对我一个人不好，而是对所有人都不好，娘亲平等的撞飞所有人。洛贝贝一颗心终于平衡了，呆呆地做起了吃瓜群众。回贤王府的马车上，3个孩子难得安静。当然，安静的不止他3个，贤王也安静极了，有一点点魂不守舍。洛玉儿看着贤王带着3个孩子离开的背影，心中一阵窃喜。强睡的事儿是过去了，孩子老娘也不用管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陆氏扶着洛老夫人过来，开口就是责怪：天都黑了，你怎么不留王爷与孩子们吃饭？果然，人高兴的时候总会有一盆凉水泼过来。王爷过来可有说些什么？他没说啥呀，不过我表达了自己不想成亲的想法。王爷如何说的？他没说啥呀，带着孩子走了。火锅楼今天的送餐时间有点晚啊，赶紧送过来吧，好堵住我娘逼问的嘴，我快承受不住了。老夫人，火锅已经送来了，您在哪里用膳？主子，我懂你。洛玉儿对着小翠竖起了大拇指，一张脸笑开了花儿。来的正是时候。洛老夫人看着洛玉儿的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？拿去我的院子，你就不用过去了，在这里好好反思。不成亲，我们随你。可孩子呢？孩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难道你也不认了吗？孩子，贤王虽然养着，但是也改变不了那是我亲自生出来的事实啊。那么着急干嘛？这种我偶尔管一下孩子的感觉，不知道有多爽。你就是看不得那女儿过上好日子。听着洛老夫人与陆氏的渐渐走远的脚步声，
微微抬头看着陆氏扶着洛老夫人离开的背影，小翠儿来的真及时，否则还不知道母亲要唠叨多久呢。你说玉儿是怎么想的？母亲，玉儿妹妹是个有主见的人，儿媳不知道她怎么想的，却知道您是个有福气的。您啊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只管好好的保养，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还好有你陪着我。走，我们一起吃火锅去，让玉儿好好清醒清醒。母亲一贯嘴硬心软啊。夜里，三小只坐在一起，今天下午的场景一一浮现在眼前。他们眉头轻拧，面面相觑。你们说娘亲原谅我们了吗？这是个大问题呀。我觉得她好像应该大约不计较了吧。离家出走的事儿，娘亲一日不翻篇，她就觉得头上悬着一把刀。娘亲可能就没有想过收拾我们。山庄里有多少会武功的人，我们怎么就能那么幸运，逃出山庄而不被发现？我感觉不行，不能要我感觉，得我娘感觉。要不去问问娘亲？我们去问问娘亲。我看行。这么想的还不止洛宝宝、洛星儿两人，还有贤王。主子这个样子，状态不对呀。如何不对？三个感情上的小白也看不明白，只是一味的眉头紧皱，替主子焦急。主子这是傻了吗？哼，你傻了，主子也不会傻。那主子这是怎么了？都快站了半个时辰了。主子是在思考吧？风首领看着贤王猜测道，不过心里也疑惑，什么样的大事让主子这样的神态呢？思考什么？那是主子的想法，岂是你我能猜透的？片刻，三人安静了些许。贤王眉头微拧，心里十分不忿。洛玉儿就那么轻飘飘的几句话就想结束，凭什么他说结束就结束呢？应该本王说才对呀。其实还没开始呢，谈不上结束。心中烦躁不安，耳边还传来三个人叽里呱啦聒噪的声音。微微侧头，眼神冷冽地扫过三人所在地。三人感觉寒气逼来，头皮一紧，忙收敛气息，快速往后退去。本王要他一个答案，本王不甘心。其实贤王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答案，为何不甘心？他怎么又来了？怎么办？我们出不出去啊？先看看吧。两人紧张地看着屋外，等着主子发出求救信号。虽然他们知道主子的武功高深，可依旧是心中担心。贤王站在屋顶踌躇不前，仿佛看着眼前屋子里的亮光。他空缺的心既能得到慰藉，又能被填得满满的。既然来了，就进去问问，谈一谈吧。洛玉儿手中的银针慢慢握紧。终于进来了，不容易呀。怎么是他？白天不都已经谈好了吗？怎么又要变卦？还是想要压回来？洛玉儿收起带毒的银针，悄悄换上了带加强版迷药的银针。只要你敢近我身，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手段。这人大半夜的过来，只为喝口茶。本王进来的有点急了，该说些什么好呢？场面一度有些尴尬，仿佛窗外的风拂过树叶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贤王，这脑子绝对有坑！大晚上的你不睡觉跑出来喝茶，老娘还想睡一个美容觉呢。听说茶叶不错，我回头让茶叶铺子给贤王府送些，别忘了付钱啊。天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眼睛盯着书，一眼都不舍得挪开。贤王猛地站起身，看向洛玉儿。你夺了本王的清白，你……洛玉儿点头，嘴里无意识地哦了一句，眼睛依旧不离书本，
贤王的脸红了大半个。一本书怎么能勾得他神似诡异呢？他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吗？慢慢踱步走向床边，一瞬间四目相对，两人的脸只有一点点的距离，暧昧。粉色的泡泡从两人的鼻尖飞起，很快弥漫了整个房间。你踩到我的脚啦！怪不得刚才觉得有点硌脚呢，原来是他的脚放到我的脚下了。不应该他跟我道歉吗？他为何还生气呢？对不起，我下次会小心的。下次小心点儿。好，你下次走路一定要记得不要把你的脚放在我的脚下，我的脚硌得也很疼的。不知道娘亲睡了没？她要是发火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机灵点，找外祖母求救。哇，爹娘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也要玩。骆宝宝腾出一只手，拽得骆贝贝蹲下。玩什么玩？他们在生孩子呢。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。等什么？等孩子出生啊！我想要个妹妹，漂亮软糯的妹妹。应该没那么快吧？我怎么听说孩子还要在母亲的肚子里孕育10个月了？啊，我们今天抱不到孩子呀！三小只在窗外说的话，屋里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贤王立刻松了骆玉儿的手，僵硬地站直身体，神色复杂。罪过罪过，犯了色戒了，还被孩子们抓包了。要不我们悄悄地走吧，我很想要个可爱听话的弟弟妹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说我不够可爱，不够听话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陆宝宝，我们绝交，我娘生下的孩子以后只能喊我姐姐，与你无关。贝贝，什么意思？站哪边？娘要是能给我们生个3个雪白的狐狸就好了，一人一个。这个主意太好啦！若是生狐狸，是不是今天、明天就能生出来啦？那我就在这里等着，我等到明天第一个挑选。书上好像没写人能生狐狸啊，那人到底能不能生狐狸呢？屋里的贤王听着孩子们天真的话语，一脑袋黑线。这脑洞真是够大的。你们3个商量的挺好，有没有问过你们的老娘，我能不能生出来呀？还给你们生狐狸呢，老娘想把你们回炉重造才是真的。老子数到3。三小只一听这声音，知道娘亲在暴怒的边缘，本能的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骆玉儿眼前。娘！3人的速度特别快，快到贤王觉得骆玉儿话音刚落，没有想明白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，3个孩子就跪在地上了，诧异地看向骆玉儿。哼，这母老虎！你们半夜不睡觉来我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想来问问你，还生不生气？说好的娘亲生气，你去求救的呢？你进屋是最快的，叛徒！你要是还生气，我们最近得到了些好东西，想孝敬你。娘亲如天女下凡，可不能因为生气就变得不好看啦，那就是我们的错啦，所以忍不住来关心一下。没想到爹爹也这么关心娘亲，我们到底是一家人，心都是在一起的。刚才说好的，你去求救，你求来的人呢？2个人都不靠谱。我也想去求救啊，可娘亲的话就像是唐僧的紧箍咒，无论多远都能轻松完美的拿捏孙悟空。再说了，孙悟空那么厉害，都要被唐僧拿捏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子，怕娘亲也是正常的嘛。小翠端着茶壶，还有从厨房里找到的一碟子点心，轻轻敲了敲门框。
不等屋里出声，他就进了屋子，打断了想要开口求情、嘴巴微张的贤王。与他想的差不多，小主子们在受苦，而他从天而降，化作一道光，誓死守护小主子们。主子，我想着你们可能会渴，就自作主张上了壶茶，还有这点心，你们要是饿了就吃。3个小主子我就带出去了，不能耽误您休息。小翠看向洛玉儿，堆着笑脸，放下茶壶与点心后，拉着3个小主起身往外走去。爹娘晚安，爹爹你要努力，我想要一只纯白色的狐狸。娘你要温柔点。奴婢在隔壁，主子要是有什么需要您吱一声。往日不见你那么勤快，这大半夜的又是送茶又是送点心的。不对，我会渴我会饿，他娘的你还领不大，经验挺丰富啊，都是跟林浅月那个荤素不忌的人学的。你还不管，还不去找那个母狐狸，顺便抱3只白狐狸回来。你就是那只母狐狸呀。余下的话贤王没有说出口，当然他也不敢说出口。我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你为何生气啊？那啥，你不要再往前走了。你刚才看到书不错，我与你一同研究研究。这书我第一次看，你可否为我解释一二？若是不好解释，你比划一下也不错。你哼，我怎么了？我今天都随你可好？或者你都随我，我很好说话的。怎么不说话？害羞可不是你的一贯风格呀。难道他刹那间就开窍了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是我随他还是他随我？心好乱，怎么办？他的目光好像不对。你确定不回去了吗？俗话说，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为了今天的以后幸福，得拼一把呀。微微点头，洛玉儿手中握紧银针，笑得柔和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贤王心里有点瘆得慌，迟疑不决时，瞬间诧异抬头，眉头紧蹙。对不起啊，我扎错地方了。我怎么觉得有点晕？那本王是求救呢，还是求救呢？这人简直是360度帅哥，上天对我太好了。这肌肉线条不错，这腹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居然有8块。我来喽，你不要叫哦。你也叫不来呀。破晓时分，公鸡鸣叫时，贤王突然睁开双眼，缓缓地握拳，手指已经恢复了些知觉。他睡着了，还挺好看的，也挺温柔的。只是眼睛睁开，他就变了个样子，诡计多端，心眼多得像是筛子一样，怎么看怎么讨厌。贤王的手很快能动了，抬起大手在洛玉儿的小脸上慢慢的描画，想把这个他既喜欢又恨不得拆皮扒骨的女人深深地刻在心里。他不知道自己此刻看向洛玉儿的眼神温柔缱绻。洛玉儿觉得脸上有东西游走，快速抬起手狠狠地拍在贤王的手上。贤王疼得眉头紧蹙，忙收回了手。我靠，你故意的。贤王看着睡得香甜的洛玉儿，紧拧眉头，抬起手利落地封了洛玉儿的穴道。洛玉儿瞬间昏睡过去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又饶过谁？你也是落到本王手里了。贤王把洛玉儿轻轻地抱在怀里，低头看着她文静的脸，低头附了上去。
娘亲爹爹怎么还没睡醒啊？还不起床？我的小白狐狸呢？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手啊？他们也会赖床吗？贤王可能是睡过头了吧。房门被打开，3个孩子快速起身，见是贤王穿好衣服走出来，忙探着身子往屋里张望，看看那个赖床的娘亲，看看有没有3个白狐狸，够不够他们兄妹3人分一分。3个孩子们只扫了一眼，啥都没看清，贤王就快速地关上了门，一改往日冷冽神情，眉眼带笑。你娘太累了，让她多睡一会儿。啊，我的白狐狸呢？傻孩子，人是生不出狐狸的。既然你们喜欢狐狸，那打猎的时候，我给你们打几只回来，如何呀？洛杏儿点了点头。对了，爹爹是不是饿了？走，我带你吃饭去。